乔姐，嫁给我吧！乔小姐是我的，都让开！我今天要和乔小姐求婚。乔小姐，嫁给我吧，乔小姐。真晦气。乔安勋，你等着！我敢跟你打赌，夏夏她绝对看不上那3个人。我可是用陆氏集团的股份跟你换夏夏回国的消息。我喜欢她这么多年，她是我认定的唯一未婚妻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得到她。我数3个数，3、2、1。乔安勋，乔安勋，乔安勋，你要死啊！急急忙忙让我从美国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呀，一直不结婚，集团里的董事已经很有意见了，哥哥我也是很为难的。要么你从他们3个里面选一个结婚，要么乖乖回国实习，选一个吧。那我当然选择回国实习啦，我才要和不认识的人结婚。实习的过程你要像个普通员工一样，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要不然就要在他们3个里面选一个结婚。好，我知道啦，隐姓埋名去实习吗 ？OK 的。哥，你这有客人。我先走了。这下满意了吧？我都已经交代好了，让他们好好配合夏夏工作，绝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对，这儿左一点，对，得大一点，这个，尤其这个更大一点。哎，什么？总裁未婚妻要来我们部门实习？好，哎，你和王赖快跟我迎接未来的总裁夫人。同时来了2个实习生，哪个才是总裁夫人啊？一个骑单车，一个豪车接送，哪个是总裁夫人？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您就是总裁的未婚妻吧？我是设计部经理李峰，这是沈婉婉和王赖，欢迎来到设计部实习。总裁的未婚妻，那就是未来的总裁夫人呀！能跟你一起工作呀，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些人对我这么客气，是把我当成总裁夫人了。那正好，可以利用一下这个身份。你们好，其实不是很想让陆总告诉你们的，都是过来打工的，不想太张扬。哎呀，总裁还不怕你受委屈吗？你是新来的另一个实习生吧？经理您好，我叫乔安。哪来的土包子啊？一身杂牌，满脸的穷酸相，哪有咱们总裁夫人高贵典雅呀？总裁夫人有什么要求的话，直接告诉我就好，我们会全力配合的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跟上！一点眼力见不入。员工对总裁夫人这么谄媚，幸好没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。喂，新来的，去帮我倒杯咖啡。总裁夫人喊你给她倒咖啡呢，你听不到吗？完成和哥哥的约定重要，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跟他们起冲突。总裁夫人，您的咖啡。乔安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乔安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土包子，把总裁夫人的镯子弄脏了。总裁夫人，没事吧？没烫着您吧？不过就沾了点咖啡渍，擦一下就可以了吗？不过就是沾了点咖啡渍。乔安夏，我这个钻石手镯可是 MQ 旗下的海洋之星，全球就这么一件，
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海洋之心，这不是哥哥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吗？唯一的一只，正在我的衣帽间扔着呢。既然是 MQ 旗下的首饰，听说这是他们总裁为自己喜欢的人创立的，所有的款式呀都只有一件，蕴含着独一无二的设计概念，而且呀不轻易对外出售，要达到一定的消费额才能配货呢。你把夫人这么贵重的镯弄脏了，还不道歉？总裁夫人，新人来的第一天不懂事儿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再说了，一个小小实习生哪儿见过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我不跟他计较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手镯再怎么说都是陆总送我的。我看你这么护着他，不然你赔喽。奈奈，快别说话了，这个镯子得几百万，我们可赔不起。哎，不过我看你这一身穷酸样，也没几个钱吧？不然这样吧，你就赔个10几万。10几万？一件冒牌的假货敢要10几万？把别人都当傻子吗？咱们夫人也太善良了吧！这么贵重的镯子就让他赔10几万，土包子，你还不快谢谢总裁夫人？不是，怎么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呀？他这镯子是假的，怎么就值10几万了？乔安夏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是念着你是一个穷实习生的份上，才让你赔10几万。你现在倒好，反咬我一口。我看你是不想在陆氏集团待了。你这款海洋之心当年只出了一个，唯一的那个在我家的衣帽间，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假的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竟然敢说真正的海洋之心在你家里？你不会是拼夕夕上5块钱买的吧？安夏，你怎么说这么大的话？你一个实习生，怎么可能买得起 MQ 的手镯？你快跟总裁夫人道个歉，别再吵了。不是，为什么我要跟他道歉啊？你们几个吵什么呢？是他，是这个新来的实习生把总裁夫人的镯子弄脏了，还诬陷总裁夫人的镯子是假的。李经理，这个手镯是陆总送给我的纪念日礼物。今天这事儿要是传到了他耳朵里，我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个没眼力见的东西，还不给夫人跪下赔罪？好，好。林乔，你说你的手镯被我弄脏了，要我赔偿。可是据我所知 ，MQ 所有使用的钻石都是来自南非的高级冷钻，不仅容易擦洗，而且也不容易被碳水化合物所腐蚀。怎么，陆总送你的时候没有告诉过你吗？而且 MQ 的首饰一经卖出，就可以享受永久免费的维护和保养。你的手镯弄脏了，只要拿着维修证明和购买记录送到门店清洗就可以了，哪来的赔偿一说呢？本来想趁机敲他一笔，怎么还被他识破了？他一个新来的实习生，怎么会懂这么多？如果夫人觉得麻烦的话，可以把购买记录发给我，我去门店帮你找人清洗，怎么样？我这手镯都是陆总好几年前送我的了，哪还有什么购买记录？你这个乡巴佬，不想赔就说不想赔，跟我扯这些。我不过实事求是罢了。既然总裁夫人没有购买记录，那不如你打个电话给总裁，总裁那儿肯定有。正好也带我们见见世面，见见总裁。我来公司这么久，还没见过总裁大人呢。是啊，听说总裁旗下产业众多，工作繁忙，从不轻易见呢。要是能见到咱们总裁一面啊，也是此生无憾了。您是堂堂陆氏集团总裁的未婚妻，这点小事对你来说肯定非常容易吧？也可以带带我们这群人长长世面，见见总裁。我上哪儿给他们变出来一个总裁啊？不过我听小刘说，总裁前2天好像去国外出差了。啊，对，陆总这几天在国外出差。今天早上他才刚打电话跟我说，让我跟大家好好相处。那要不就等陆总回来再处理这个土包子把夫人手镯弄脏的事情。算了，看在我家那位的份上，我今天就不跟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计较。咱们夫人呀，真是出身好又善良，几百万的手镯就这么放过她了。
碰上夫人这么大方的人，某些人就偷着乐吧。哎，既然夫人这次都不计较了，那这次就算了。乔安夏，以后说话做事小心点。可是我，哎，夏夏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我没事儿。哥，你怎么想着给我打电话了？想你啊呗。在陆氏集团工作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这家公司内部管理极其混乱，员工向上谄媚，向下欺压，抱团很严重。一般出现这样情况的，这家公司的老板不是蠢就是坏。我就是很奇怪，这种快破产的公司，哥你怎么看上的？怎么？你旁边还有人？啊，没事儿，来谈合作的。你要是觉得太苦，就回来，天塌下来哥给你顶着。没事儿，比起这种结婚的苦，我宁愿吃上班的苦。你放心，我能行的。好，先不说了，拜拜。罗局，当初可是你死乞白赖求着我安排夏夏回国的，结果让她在你们公司受委屈。你们陆氏集团是觉得我们乔家女儿好欺负吗？冤枉啊，乔总！我怎么舍得让夏夏受委屈呢？我明明已经交代下去了，要好好配合她工作。我这就打电话问问什么情况啊？哎，来，员工福利，总裁请大家喝下午茶了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刚刚才跟陆总交代过，要送一些下午茶过来犒劳一下大家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安排好了。听说陆总家的糕点都是高级厨师做的，美味至极，尝过的人呀少之又少，一般都不轻易送人呢。真的很精致呢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糕点。要不是托了总裁夫人的福，我们哪能尝到这上流社会的糕点呀？安夏，你也快来尝尝吧。我就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这是总裁给大家的福利，人人有份，大家尽情享用就好。哎呀，秘书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有什么事电话吩咐我不就行了吗？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好。啊，秘书长，我这次做错了什么？还敢问自己做错了什么？跟你说了，乔小姐是总裁的未婚妻，总裁喜欢她多少年不知道吗？把她放在你的部门是看得起你，敢让她受委屈，反了你了。这难道是林乔跟总裁说了他和乔安夏的事儿？这都是新来的实习生干的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他做的错啊！还想保住饭碗的话，就好好召开夫人，否则你就等着滚出陆氏。秘书长，我明白了。总裁为了弥补夫人今天的不快，特地安排她周末去趟 MyQ， 好好安排一下，切记私下进行，千万不要暴露了夫人的身份。好。哎，新来的，珠宝设计图画一下。你也是新来的实习生，凭什么让我画呀？我那是看得起你。再说了，这几张图画好了，可是能提前转正的哦。是呀是呀，总裁夫人给你面子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呀？这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这工作该是谁的就是谁的，自己做不了，也别总想着扔给别人。哎，你怎么和夫人说话的了？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啊！你得罪了夫人，再让总裁知道，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夫人，你没死吧？我是没事儿，不过像他这种又没见过世面，还不懂事的实习生，我劝你啊，好好管教一下，不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拖累了。夫人说的是。哎呀，总裁知道夫人受了委屈，周末让您去一趟 MQ， 全场免单，喜欢什么随便挑。让我去 MQ？陆总交代的，本来就是想假装一下总裁夫人在公司耀武扬威，没想到这还有意外收获。MQ 的首饰可是我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的。是秘书长亲口跟我说的。哎呀，总裁心疼夫人的心疼的紧啊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呢周末的时候都跟我一起去 MQ， 有什么喜欢的
就自己挑，就当是我入职送给大家的见面礼了。哇塞，去 MQ 哎！我在北城工作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过，谢谢总裁夫人。听说 MQ 从材料到设计都是1等1的，这次咱们也能好好见识见识了。那就托夫人的福了。乔安夏，周末的时候你也一起去吧，省得到时候说我们孤立你。好啊。随便看吧。哇塞，这里也太大太漂亮了吧！这么多珠宝首饰，我感觉我的眼睛都要被闪瞎了。这么多，总裁夫人，这么贵重，我们真的可以随便挑吗？你们怎么跟没见过世面一样啊 ？MQ 这个牌子我熟的，从我的首饰、耳饰，再到我的项链，都是他们家的。就这些珠宝，我都戴腻了。哎，总裁夫人，我老婆之前一直喜欢 MQ 的沙漠之星系列，但是一直等配货等不到。哎，我今天能不能在店里给她挑选一件，也算是圆了她一个梦。啊，这些珠宝都是陆总找人亲自送货上门的，你们还要配货啊？见过凡尔赛的，没见过这么凡尔赛的，只差把陆总好爱我几个字写脸上了。对呀对呀，可难配货了，一等就是大半年，我们哪有总裁夫人这么好的福气呀？总裁夫人，您看呢？行了，你去给你老婆挑一件吧。那真是谢谢夫人了。你人也太好了吧，不仅帮李经理配到那么难配的货，还给他免单。我们能遇到你呀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哎呀，不过就是一件珠宝的钱，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也去挑几件，千万别心疼钱啊。谢谢总裁夫人。土包子，你乱看什么呢？这下你相信他的手镯是真的了吧？土包子，你乱看什么呢？这下你相信他的手镯是真的了吧？哼，不敢相信。哎，乔安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夫人如此神通广大，难道不知道 MQ 的沙漠之星系列是美国的限定款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乔安夏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个乔安夏说的好像是真的，我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。沙漠之星系列是 MQ 的总裁为他的爱人特别设计的，因为他的爱人常年在美国，所以这款只在美国发售。常年在美国生活，没想到 MQ 总裁的爱人跟我还是老乡。夫人，您怎么解释？我夫人的首饰那么多，偶尔弄不清1、2条也是正常的呀，对吧，总裁夫人？这个确实，沙漠之星系列都是几年前的了。没错，我家的衣帽间有那么多珠宝，我一时记混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像样的珠宝又没几件，对着那么1、2件的珠宝，真是如数家珍。您好，听李经理说您是乔小姐吧？是我。陆总已经提前吩咐好了，您这边请。看吧，这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林乔不会真的是总裁夫人吧？那陆氏集团总裁的眼光也太差了。这个钻石不够大，这个耳钉也不够闪呀，这项链也太细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们店就没有其他像样的珠宝了？去把你们这最好的首饰拿出来，这可是陆总的女朋友，陆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，不差你们这点钱。乔小姐，您刚刚看的这些首饰已经是我们店的最新款了，已经是最好的了。那条项链还不错，拿来看看。好吧。哇，好漂亮呀！这个项链在夫人的脖子上闪闪发光，显得您的脖子呀又白又长又细。我第一次见这么闪的钻石，真是太美了。就是它了，你过来给我包装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乔小姐，这条项链是我们 MQ 的镇店之宝，是非卖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以我的身份买不下这条项链了？夫人，
这个售货员是刚来的，不会说话，夫人您别跟他计较。只是这款镇店之宝实在是太珍贵了，要不夫人您给陆总打个电话，请他亲自来签单。我上哪儿找陆总亲自来签单啊？哎，差不多捞2件得了，可别露馅了。其实我看这个项链的款式挺烂大街的，算了，不要了，我再看看别的吧。不过是给陆总打个电话而已。总裁夫人怎么不敢了？难不成您找不到陆总？乔安夏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可是陆总的女朋友，怎么可能找不到陆总？你是在质疑他的身份吗？乔安夏，我们的 MQ 可全仰仗夫人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快和夫人道歉！我没法道歉啊，先是带假货，然后分不清楚限定款，现在连总裁也联系不上了，谁知道他这个总裁夫人是真是假？谁说我是假的了？我本来是想着我老公在国外出差，不想给他添麻烦，谁知道这有些人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好啊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陆总现在应该在飞机上，电话接不通，我等他回来了我再联系他。陆总怎么这回在飞机上呀？那还真是不凑巧。乔安夏，这下你该相信她是真正的总裁夫人了吧？我信你个鬼！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如果你真是总裁夫人的话，平时肯定经常佩戴 MQ 的首饰，对 MQ 了如指掌吧？要不您挨个给我们介绍一遍？这个乔安夏怎么还抓着我不放了？这些珠宝的名字我当然都知道，我就是怕等我介绍完了，有些人是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懂不懂？你得先介绍了再说。这个是红玉髓手镯，贵重的很。这个是伊丽莎白2世的王冠，这上面的钻石，这个不是红玉髓，是玛瑙。这个也不是伊丽莎白2世皇冠，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加冕礼皇冠。糟了，早知道来之前应该多背几样 MQ 首饰的名字。这个实习生怎么抓着人不放啊？连这些东西都分不清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真心喜欢 MQ？ 我看你之前说的话也是假的吧？我分得清分不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土包子，给你点脸色，你还真的蹬鼻子上脸了，搞得好像这珠宝店是你家开的一样。林乔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平时在公司耀武扬威就算了，居然还这样对待这些珠宝。MQ 的首饰不是冰冷的钻石，它们都是有灵魂的。乔安夏，你打我，你怎么敢呢？我打你就打你，难道还要挑日子吗？你这样对待这些珠宝，我打你都算轻的。陆总安排我来 MQ， 我想怎么扔我就怎么扔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有些人自己没什么本事，还非要在这刷存在感，明明自己就是一个设计部的助理，还把自己搞得跟多懂珠宝、多高尚一样。乔安夏，你不要命了？这可是总裁夫人。谁说她是总裁夫人了？我不是总裁夫人，难不成你是啊？大白天的别做梦了！冒名顶替这种事儿，我可做不出来。虽然我不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但是你也一定不是。哪家总裁夫人连总裁都联系不上？你刚刚打的是10086吧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我看你今天就是找打！你们俩愣着干嘛？快给我摁住他！你要干嘛？我今天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了。这位先生，谢谢你，我没事儿。没关系。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刚刚是谁想对乔小姐不敬？哟，大白天的就跟男人拉拉扯扯，乔安夏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！放肆！敢在我们少爷面前这么说话？少爷，
啊，原来是乔安夏包养的小白脸啊！乔安夏，我说你自己演就算了，还要找这么一群人跟你一起演。你们这群假货，赶紧给我从 MQ 滚出去！大胆，少爷的名讳也是你能侮辱的。就算你是那什么少爷，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！夫人，婉婉，你们俩没事吧？乔安夏，你真是胆子大了，现在都已经开始找人来打我骂我了。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在公司待了。敢对乔小姐动手，打你们都是轻的。来人，让他们跪下给乔小姐道歉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可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敢动她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吧？你们说这个女人是陆伯君的夫人？是啊，没想到吧？她就是陆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。现在跪下，哭着给我道歉，或许我还能大发慈悲的原谅你们。不是，你们凭什么觉得她就是陆伯君的夫人？怎么，你是在质疑她的身份吗？就算她不是总裁夫人，那你身边这个土包子就是吗？确实有人想冒充我的身份很久了，可惜啊，没有总裁夫人的命，还得了总裁夫人的病了。既然你说你是陆伯君的夫人，那你应该知道，这个 MQ 就是陆伯君一手创立的吧？什么？原来 MQ 是陆总创立的。我说刚刚夫人想要镇店之宝，经理让打电话给陆总签单。怎么，不知道？连 MQ 的幕后创始人是陆伯君都不知道，还有脸说自己是陆伯君的夫人？怕不是冒名顶替的吧？好啊，冒名顶替，欺上瞒下，这罪名可不小。那之前你带假货以及给陆总打不通电话也都说得通了，你才是好大的胆子！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就是总裁夫人啊！那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该怎么解释啊，这位小姐？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解释？反倒是你们才要好好跟我解释一下才对吧？你这个小白脸，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质问我？陆总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让我找了好久。陆总，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让夏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不然跟他哥一起设计他回国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陆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让我找了半天。我叫陆彤，是新来的秘书。穿西服的质量都赶上我哥的了，这打扮也不像秘书啊。乔小姐，您没事吧？下次我一定亲自带您来，这次让您受惊吓了。啊，我没事儿。秘书长，你总算是来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呀！这个乔安夏不仅带人打夫人，还对夫人不敬。糟了，再这么下去要穿帮了！你给我住手！谁允许你跟齐秘书长拉拉扯扯了？夫人，今天我的好兴致都被你们给毁了，改天再找你们算账。夫人，现在大家都在，趁着这个时间，有什么误会我们解释清楚。毕竟你和安夏还要相处的。对啊，夫人，而且刚刚是乔安夏他先动手打我的，我们。哎，真该死，这几个人怎么抓着我不放啊？以我的身份和地位，还不至于跟这几个小角色计较。你们不走是吧？那我走。哎，夫人，我还有几件首饰没买单呢。你刚刚不是说给我们免单吗？真是懒得理你，要买单自己买。夫人，你等等我们。夫人。真是吓死，差点露馅，幸好跑得快。啊，总裁夫人，你等等我们啊！大街上的喊什么喊呀？哎，我就离开一会儿，怎么就发生这么多事儿？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李经理，都是那个乔安夏的错，他竟然敢找人打我和总裁夫人，你看他把我们两个打的。什么？乔安夏竟然找人打你们？你们刚才怎么不找秘书长出头啊？是啊，总裁夫人，我们好不容易等到秘书长来，你怎么不让他对我们做主啊？而且我觉得秘书长对乔安夏比对您更客气，明明您才是总裁夫人。而且陆总创立的 MQ 之前没听您说过呀？我那是不想太高调 ，MQ 就是陆总以我的名字创立的。那乔安夏呢？我其实不想说的，但是他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总裁夫人，他都那样对我们了，有什么您就说吧。就是我之前偶然间发现啊，乔安夏跟齐潇好像有一腿。
什么？乔安夏是秘书长的情人？会不会搞错了呀？我觉得他不像是那样的人。我也是之前偶然在楼梯间发现的，他跟齐潇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是一种人尽可夫的女人，凭什么跟我们一起工作啊？还敢找人打我们？李经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个，你，今天多谢你了。不过我在公司这么久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？没关系，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。哎，对了，能加乔小姐一个微信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我扫你了。好啊。那陆先生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到时候回公司，我请你吃饭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陆总，您就这样让乔小姐走了？陆总，你就这样让乔小姐走了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？你们真的回不来了吗？他们在天上啊！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星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变的，他们在陪着你呢。谢谢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等我长大了，可以娶你做老婆吗？我叫乔安夏，结婚还是不了吧？我哥哥说结婚会变丑的，但是我可以陪你看一辈子星空。追老婆这件事儿啊，得慢慢来。我们单身的人啊是不懂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冒充乔小姐的林乔，需要我去处理一下吗？先不用了。有她这张牌挡着，夏夏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暴露。如果让她知道她才是我的老婆，恐怕要吓得跑回美国了。对了，通知下去，让设计部的人都收敛点，别再让夏夏受委屈了。是。熬了好几天的通宵，总算画完了。听说上面特别满意你的设计图，看来这次转正非你莫属啦。如果真能转正，那就太好了。来，咱们到会议室开个会。这次的设计图，总裁非常满意，所以特批给我们部门一个转正的名额。我宣布，这次转正的是林乔。这是咱们的设计图啊，总裁非常满意，所以特批给我们部门一个转正的名额。我宣布，这次转正的是林乔。等一下，李经理，为什么转正名额是林乔的呀？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敢质疑我的决定？我只是希望经理能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答复。就凭乔夫人能设计出一份让总裁满意的设计图，你说凭什么？可是这设计图明明是我画的呀，怎么就成他的了？这就是乔夫人的设计图，你说是你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之前得罪夫人也就算了，前几天在MyQ还给夫人那么大的气受，再不好好收拾一下，我这个当经理的恐怕都要被连累了。证据，我给你证据。今天这份草图，我发了你的邮件，这就是证据。哼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设计图是你画的？林乔，你为什么砸我电脑？你疯了吗？我砸的？谁砸了？你们都看见谁砸了吗？你看见了？你们谁看见我砸了？我可没看到。有些人可真是的，想抢别人成果不说，还诬陷别人偷东西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沈嬛嬛，你。沈嬛嬛，你我怎么
戳到你这个乡巴佬的痛处了。好了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我现在是跟他多嘴一句，都觉得自己嘴脏。那是总裁夫人，您善良，心肠好，我就看不惯这种用龌龊手段上位的女人。要我说呀，总裁夫人，您就应该给他开除，让他知道你的厉害。什么龌龊的人？林乔，你又在我背后造什么谣？懒得理你。安夏，林乔是总裁夫人，转正名额给她很正常。你要还想在集团待下去，我劝你忍耐一下，你别跟她硬碰硬了。乔安夏的字典里就没有忍耐二字。啊？上面说要提前交设计稿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有多大的饭碗盛多少饭。这下好了，全砸手里了。土包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竟然敢嘲讽总裁夫人？谁狗急跳墙，我就嘲讽谁了。那个，乔安夏，公司呢还是决定这次设计稿让你画完。也是我看你可怜，争取了好长时间给你争取到的，这次别不识好歹哈。谢谢你啊，不过我不接受。哎，这人怎么给脸不要脸啊？说吧，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把图画完？怎么着急啦？这设计图不是你自己画的吗？怎么还不知道如何往下完善？说吧，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把图画完？我桌子有点乱，这么乱的桌子没有灵感。行了吧？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口渴呢？来，安夏，喝水。太凉了，我喝不了。乔安夏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怎么生气了？生气你就自己画呗。好，我去给你倒热水。今天工作忙吗？别提了，今天晦气死了。怎么了？转正名额被关系户顶了，你说晦气不晦气？喏，你要的热水。哎呀，乔安夏，你干什么？总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烫到你吧？你可真是个歹毒的女人！总裁夫人是看你可怜，才把设计图的机会交给你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！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你也知道我是实习生，没有钱买药嘛。乔安夏，真是给你点颜色，你还真当自己是开染房的。乔安夏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是没打算把设计图给画完吧？合着刚刚耍我呢？你才发现啊？合着刚刚耍我呢？你才发现吗？你敢耍我？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在陆氏集团混了。好啊，那你就让你的总裁老公把我开除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不过就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我想踩死你，就像用手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要我说呀，总裁夫人，您就应该把她开除。像她这样人尽可夫的女人，乔安夏，敢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你要是再敢造我黄谣，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够了，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，
是不用跟他这种出身低贱的人废话的。乔安夏，等着瞧。终于做完了，怎么这么饿？叮咚，鹿头，你怎么来啦？鹿铜牌宅鸡送到啦，乔小姐要不要尝尝看？不好吃的话可不要给差评哦。快尝尝吧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。你还会做饭啊？没想到嘛。那可不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每天都可以给你做。辣椒炒肉、土豆烧牛肉，还有花菜，都是我喜欢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猜的。猜的真准。好了，你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搞真了。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？看星空。曾经有人对我说过，要陪我看一辈子星空。真奇怪，为什么总觉得眼前的人有点熟悉啊？这个季度啊，大家的业绩完成都非常好。过几天就咱们陆氏集团的庆功宴了。以往啊，都只有咱们核心部门才能参加，这次咱们大家也能见识见识啦。来，交警还在大家手上，来看看吧。哎，李经理，那个土包子为什么也有啊？不是说公司的宴会不让实习生参加吗？他一个连证都没转的实习生，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一起参加宴会啊？你看他那小气样儿，没见过世面。哎，你知道这么高级的宴会长什么样子吗？哎，你知道那个邀请函是什么吗？跟他一起出席啊，我都怕染上他身上的那股穷酸气儿。那个，我有件事儿宣布啊，乔安夏自进入公司以来啊，表现优异，特批和夫人一起转正。啊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李经理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设计图是我画的，他凭什么转正啊？一个私生活不检点的人，根本不配跟我们一起工作。你说谁私生活不检点啊？怎么脸又痒了？怎么心虚了？又想打人了是吧？能让秘书长亲自打电话过来，这个乔安夏恐怕来头不小。神仙打架，我这个凡人哪边都惹不起，还是36计走为上策吧。夫人，这也是上面交代下来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乔安夏，昨天你还只是一个小实习生，今天就已经转正了。看来我还是太小瞧你了。说吧，这次又是爬了谁的床拿到了转正资格呀？你们想象力这么丰富，为什么不去写狗血剧的剧本？留在这儿也太屈才了吧？还是说，因为你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这么看别人啊？乔安夏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是不是以为有这张邀请函你就能参加宴会吧？我会让你如愿吗？当然不能。到宴会那天，穿得光鲜亮丽，能跟上流攀谈认识的是我们，而你乔安夏只配躲在你的出租屋里掉眼泪。怎么了？还不相信了？不信的话就试试看呀。哦，
我堂堂乔氏集团千金，就凭你们几个也拦得住我？只是这次能顺利转正，我刚给陆总发完消息，转正名额就回来了，难道是他帮的忙？哇塞，奈奈，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酒店，7星级。要不是你陪我啊，我一个人都不敢进去。别说是你了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我们正在聊夫人您呢。要不是您呀，我们怎么能来这么高级的地方见见世面呢？哇，这高定的吧？哎，别碰，这是法国高定，再给我碰坏了。是，夫人。哎，你们看，安夏。高定的裙子，定制的珠宝，限量的包包，她一个实习生哪来这么多东西啊？怎么，看到我很惊讶？乔安夏，你别以为你租了这么一身行头，保安就会放你进去，你可是连邀请函都没有的。我看呀，你就在这酒店门口装阔气，这不挺好的？哦，是吗？保安可不能放他进去。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连邀请函都没有啊！小姐，里面请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啊你们？他连邀请函都没有，你怎么让他进去了？哎，大哥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他连邀请函都没有，你怎么让他进去了？这位小姐不需要邀请函。凭什么他不需要邀请函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公然包庇，滥用职权，我要投诉你们！吵什么吵？再吵滚出去！夫人，咱没必要跟一个保安计较，还是先进去找那个土包子吧，免得给咱们部门惹什么麻烦。你说的对，以我的身份，不必要跟这种下等人计较。大家你们起，算你们识相。乔安夏，没有邀请函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到底是酒会规定不让我来，还是你们不想让我来？怎么，这酒会是你家开的？怎么不是？她可是陆氏集团的女主人，她要是想呀，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脏东西从这里清出去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酒会负责人，正好让我见识见识总裁夫人的厉害。怎么，你以为我们不敢吗？夫人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酒会负责人。要是真去找酒会负责人，我冒认身份的事不就瞒不住了？算了，像他这样的乡巴佬，这辈子也不可能来这么高级的酒店，吃这么昂贵的点心。今天我就饶了他，正好也让他见识见识。什么叫做高级？夏小姐，您总裁室来了。夏小姐，您总裁室来了。综合而言，这次的酒会您还满意吗？啊，陆氏集团的酒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要问我满不满意？总裁可是为了和乔小姐相处，特地办了这场酒会。她要是不满意，我的年终奖不就完了？整体来说都挺好的，菜品和甜品不错，只是这红酒单宁不够悠长，所以没有余味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喝香槟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宴会还没开始，要不您先去休息室休息会儿？好啊。夫人，明明你才是总裁夫人，这个齐潇怎么对乔安夏比你还客气呀？而且他都没有请你去休息室。对啊，我看安夏的举止谈吐不像一个实习生，反倒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。奶奶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像她那种女人，怎么可能是上流社会的人？但乔安夏不过就是因为勾搭上了齐潇，才有今天这种待遇。这齐潇假公济私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看他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人，迟早会遭报应。喂，张总，今天到了一个上等货色，要来看看吗？不会又是个为了几个名牌包人尽可夫的主吧？那我可不上啊！你张哥我呀，害怕惹上脏病呢。
您放心吧，干净得很，帮你买1K 呀。您放心吧，干净得很，帮你买1K 呀。乔安夏，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想吓死我！谁鬼鬼祟祟了？我不过来接个电话。倒是你怕什么？谁怕了？我警告你，别给我装神弄鬼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不会又在我背后搞动作，准备造我谣吧？乔安夏，你不要以为攀上秘书长就万事大吉了，以后有你难看的。你说是吧，夫人？你们这些话没说烦，我都要听烦了。说我和齐潇有一腿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这还需要证据吗？刚刚你和齐潇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卿卿我我，就差把床给搬上来了。林乔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自己不三不四，不要把别人也当做这种人。要是再让我听到你造我谣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乔安夏，你，乔安夏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给我等着。什么素质啊！哥哥送我的礼服这么报废啊！哎，妹妹去哪儿啊？你谁啊？这是女厕所。哥哥能不知道这是女厕所吗？我要不来这儿堵你，去哪儿找你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堂堂乔氏集团千金大小姐，我哥是乔氏集团的总裁。你要是敢动我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要是乔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我就是乔安寻他爹了。宝贝儿，别废话了，来吧。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啊，不然我就叫了。叫，好啊，你再叫破喉咙也没人救你。带我房间里，快点！我说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已经在我房间了。我当然放心您了，他在你旁边。哟，醒了。早就听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有点武功在身上，我本想对你怜香惜玉点儿，谁知道你不识好歹。谁雇你来的？他给多少钱？你放我走，我给你双倍。哟呵，还挺聪明。但我告诉你啊，哥差的不是这么几个钱儿，哥差的是你。我现在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放我走，起码还有一条生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威胁我？我好怕呀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女人都一个样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边啊可乐意了吧？别碰我！你挣扎呀，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装什么忠贞烈女？你给我过来！你上来！你不要碰我！你不要过来！我警告你，你不要碰我，不然我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看我动不动你？谁能来救我？谁能来救救我？给我滚开！不疼。敢动他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既然是陆伯君，没事吧？啊，
有没有受伤？看这婊子的样子，一定是他想勾引陆总。陆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勾引我的。你要不要脸啊？我什么时候勾引你了？怎么就不是你勾引我的？你就是看我有钱，到我房间来勾引我。勾引你？她堂堂乔家大小姐，你说她勾引你，她凭什么勾引你？她为什么要勾引你啊？陆总，你听我说，刚才在卫生间，他从后面抱着我，他说他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说让我疼他，他还说，你说什么？她是乔家大小姐？编啊！你怎么不编了？我告诉过你很多次，我哥叫乔安寻。乔小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陆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乔小姐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你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！陆总，想让我们放过你，那你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让我放过你？我听说你是入赘了王家才飞黄腾达的，你背着王小姐做这样的事情，真是丧尽天良。真是丧尽天良。是我龌龊，是我下贱，是我龌龊。那乔小姐，陆总，这一次就饶了我吧，啊！我所遭受的屈辱，是你这几个巴掌就可以抵消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今天在这儿把脸打烂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齐潇，把人给我带下去。陆总，刚刚是哪只脏手碰着夏夏，就把那只手给我砍了。乔小姐，我知道错了。陆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乔小姐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夏夏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你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杜伯君。刚刚你都听到了。你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杜伯君。刚刚你都听到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陆伯君。他明明就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却骗我说是什么总裁秘书。也是，他之前能轻而易举的就在 MQ 救下我，还能随意使唤齐潇，也只有我这个傻子会信，他只是个总裁秘书。那我刚刚说喜欢你的事情，你也都听到了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的身份，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他明明已经有林乔这个未婚妻了，却还说喜欢我。哥哥说的对，男人果然都是三心二意、见异思迁的东西。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陆总，请自重。刚才多谢陆总相救，但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乔安寻的妹妹，又刻意在我面前隐藏身份，说吧，你想要我哥帮你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想要多少融资，还是看上了我乔家的哪块地皮？你大可以放心说出来。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们乔家理应回报。你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些？你觉得我陆伯君跟你待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些是吗？我不管你为了什么，我乔安夏对你毫无兴趣。昨天宴会进行不到一半，乔安夏就不见了，连最后的抽奖环节都没有参加。哎，你们说他会去哪儿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提前走了？得了吧，就他那种下三滥的贱货，搞不好现在又勾搭上某个小富豪喽。你看今天上班迟到了。从昨晚到现在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直没联系上张强啊？
说好的把乔安夏的床照发给我呢。哟，某人总算是来了。这勾搭上秘书长的人呀，就是不一样，想怎么为所欲为就怎么为所欲为。沈婉婉又想挨巴掌了吗？怎么了？你有胆子做，却不敢让人讲了。哎，跟我们聊聊呗。你昨天宴会中途离场，干嘛去了？土包子，夫人问你话呢，你没听到吗？陆伯君，你的眼光可真是够差的。我去干什么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总裁夫人联系不上陆总，开始管我们底下人的事儿了？哎，乔安夏，你吵什么呢？一大早在办公室吵，让秘书长知道了，谁都别想活过。李经理，是乔安夏他先。乔安夏在哪儿？谁是乔安夏？请问您是？原来你就是勾引我老公那个小三儿啊！这位小姐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公司来闹事？王小姐，你怎么大驾光临到公司来了？乔安夏，这是王氏集团的千金，是公司的大客户。你勾引我老公就算了，见爬床不成还找人打伤了他，真是好大胆子！我看你们公司是不想要我们王氏集团价值几千万的单子了吧？乔安夏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王小姐道歉？明明是张强要非礼我，凭什么让我道歉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我老公心里只有我，他最爱的人只有我一个。像你这种没身份、没长相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啊？哎，王小姐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王小姐，一段感情出现问题，你不去解决制造问题的男人，反而来牵连无辜的人，这样的做派，未免丢了王家的脸面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住手！陆总，您终于来了。你们公司的员工勾引我老公这件事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陆总，陆总，原来他是陆总啊！陆总，之前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你。哎，放心，这件事儿，王小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集团的员工勾引了您丈夫？没错，昨天晚上我老公跟我说了，这个女人勾引我老公不成，还找人打伤了他。陆总，你们集团有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员工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管束一下？你胡说！昨晚明明是张……王小姐，既然如此，咱们不妨看看到底是谁勾引了谁。行，那又怎么样？今天你要么选择我们王氏的合作，要么选择这个小员工。王小姐，咱们还是以后再合作吧。陆伯君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几千万和这一个小员工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选吗？我要保的人，谁敢动一下？送客。我今天只是路过设计部，绝对没有要帮他解围的意思啊！是，陆总您说的对。嘴真硬啊，陆总。我今天只是突发奇想才让你去调监控啊，并不是为了解释他的清白和名声，知道吗？对，您说的对。对了，这几天多派点人手保护乔安夏，我怕有人找他麻烦。您不是不想理他吗？怎么还在乎他安全？你说什么？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咱们公司的员工，我们就有义务保护他们。你说的对。哎，不过，你看刚刚他什么意思啊？看都不带看我一眼的，我转身就走，他连一句话都不说。那可是几千万的项目啊，他连看都不带看我一眼。是，什么意思啊他？哎，你说平常多少人想方设法的想要巴结我？陆总，钢铁侠都没您嘴硬啊。他把我放在眼里了吗？啊，气死我了！
原来刚刚那位就是陆总。总裁夫人，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呀？我之前还那样得罪过他，他不会一气之下把我开除了吧？总裁夫人，我该怎么办呀？那个，我老公他要隐藏身份，深入基层，要去了解基层，那我肯定得配合他呀。至于你嘛，你想啊，MQ 的事情发生到现在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你都没事儿，还不是因为我在陆总面前替你美言了几句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总裁夫人，你人真好，有你做我们陆氏集团女主人呀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是呀，我说那天在 MQ 闹得那么大，事后总裁也没有追究，原来是夫人您出了力，真是太谢谢总裁夫人了。第1个月工资，要不要趁午休时间去给哥哥买点什么？才3500，陆伯君也太抠门了吧！哎，乔安夏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想要我说什么？赞叹你和陆总夫妻情深吗？乔安夏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怎么跟总裁夫人说话的？我看你啊，是不想在陆氏集团待了。啊，那就请总裁夫人让你老公开除我吧。乔安夏，你神经病！总裁夫人，你别生气嘛，等一下我们还去逛街呢，你消消气。小姐，您的东西打包好了，谢谢你。林乔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个杯子不错呀，我要了。夫人，你的眼光可真好，只有你的家呀才能配上这么好看的词句。这位小姐，这个杯子是我先看上的，能麻烦您把它还给我吗？敢跟我抢东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管您是谁，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。您这样抢人东西不太好吧？两位小姐，您看，确实是这位小姐先看上这个杯子的。咱们店也有。真是没有眼力见儿的东西，风往哪边吹你都不知道。我看上你们店的东西是你们店的福气，现在还给我帮着别人了，自己不占理就开始推人，你也太无法无天了吧？你先走吧。我不占理，我怎么不占理了？你说你先看上的这只杯子，谁看见了？谁能证明啊？我能证明，这个杯子的确是这位小姐先看上的。真是冤家路窄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到这儿都能碰见你们。乔安夏，真是哪儿都有你啊，真是阴魂不散。阴魂不散这个词还是用在你身上比较贴切。乔安夏，你总裁夫人，我们今天来是给陆总挑礼物的，何必跟这样的人浪费口舌？你说的对，不用跟这种人计较，真是拉低了我的档次。去，把这个杯子给我包起来。这位小姐，咱们店真的有规定，不论客人身份地位如何，都有个先来后到呀。我看你今天真是欠打。想要作威作福，还是滚回你的陆氏集团，别在这撒泼，牵连无辜的人。乔安夏，你敢推我？我看你真是不想在陆氏集团待下去了。你这种话，你没说腻我都听腻了。你不是说自己是总裁夫人吗？那你就让陆伯君过来把我开除啊！就这种小事儿，还轮不到我老公出马。经理，经理在哪儿？经理呢？经理在哪儿？是谁在这里大吵大闹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就他们这几个人，不仅抢我的东西，还动手打人。你们这儿的店员还帮着他们，跟他们一块儿。你说你作为这儿的经理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林乔，你还真是谎话说多了，张口就来啊！明明是你跟这位小姐抢杯子，还准备动手，现在居然颠倒黑白。颠倒黑白？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喽？她可是陆总的夫人，敢得罪她，我看你们的店是不是想在北城开了吧？你好，女士，我们店里有监控，到底是谁的错？咱们一调监控便知。什么监控？如果真的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这边必定义不容辞的承担赔偿和道歉，报警处理也没有问题。算了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就不跟这些人计较了。哎，夫人。
个乔安夏也太过分了吧！竟然敢联合一个外人欺负你，你可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啊，那个陆总交代过我，让我在外面一定要低调一点，而且什么呀？而且，齐潇啊，他跟了陆总很多年了，乔安夏跟他是什么关系你也知道，只要齐潇还在一天，我觉得我就不能太为难乔安夏。总裁夫人，你还是太善良了。这个乔安夏简直太不要脸了，以为勾搭上秘书长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好啦，我们还用不着跟他这种人计较。再说了，像他这种喜欢勾搭男人的女人，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这位小姐，刚才真是谢谢你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嘛，这是应该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待会儿还有事，你留我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我请你吃饭。真的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要是没事，我先走啦。那有缘再见，拜拜。舒总，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店里视察。没关系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们店的宗旨就是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位顾客。好的，舒总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幸好没迟到。哎，来，我和大家说件事儿。天星集团对咱们上次设计图非常满意，他们总裁特地回国啊，给我一个新的项目，这个项目可价值几个亿，所以我们挑选了一个最优秀的设计师，跟他们合作。最优秀的设计师，那当然是咱们的总裁夫人呀。谁不知道呀？上次的设计图是她画的，咱们部门有谁能跟总裁夫人比呀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这次和天星集团的合作，我们就选林乔。等一下，经理，上次那个设计图明明是我画的，甚至我还因为这份设计图提前转正了，为什么要把项目给他呀？哎呀，真是笑死人了！你是靠什么转正的？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我劝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虽然秘书长不能得罪，但是总裁夫人更不能得罪。乔安夏，你的转正名额是看你可怜才给你的，你别得寸进尺。那份设计图是我凭实力画出来的，怎么就得寸进尺了？还是说，经理你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所以不敢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解答？我是设计部的经理，我有权决定这件事给谁。一个小小职员有什么权利质疑我的决定？那作为天星集团的总裁，我有没有权利质疑这个决定？他一个小职员说了不算，那我作为天星集团的总裁，有没有资格决定我的项目用谁？苏总，你来怎么没和我们说一声？我好下楼去接您啊。舒总，原来你是天星集团的舒总。这不是刚刚被我在店里抢东西的女人吗？哎呀，这下完了！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，只是林乔是我们这最优秀的设计师，乔安夏是我们这刚刚转正的一个小职员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交给他，会不会？哎呀，苏总，刚刚我们在店里只是有一些小小的误会而已。这个乔安夏，她不仅工作能力不太行，而且私生活还很混乱。林乔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乱说。怎么被总裁夫人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舒总，你是不知道呀，乔安夏不仅私生活不检点，生活呀还是乱得很呢。咱们集团这么大的项目，怎么能够交给他呀？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林乔，既然你说舒总把单子给我不公平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公平。这一次，我们重新画一次草图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能画出那样设计的人究竟是谁。这一次，我们重新画一次草图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能画出那样设计的人究竟是谁。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凭什么还要再画？既然设计图是这位小姐画的，那我想以她的实力，应该也不怕跟乔小姐再比一场吧？李经理，你说是吧？您说的是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半个月后是我的归国晚宴，到时候你们二位再准备一张设计图。现场的宾客会进行投票，获胜的人可以负责我们天星集团的项目。就按苏总说的方法来，这个办法公平得很。大家说
是吧？的确，林小姐，你说呢？苏总的办法确实又公平又公正，我自然是要按照苏总说的做了。那我们就半个月后再见分晓吧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苏总，您慢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抢我的？喂，张总，是我。你怎么还敢给我打电话？为之前那事儿，我老婆差点没把我赶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在陆伯君那儿没把你供出来，咱俩之后别联系了。别呀，张总，您忘了是谁把您害得这么惨的？你甘心就这么算了？那可是乔氏集团大小姐乔安寻的亲妹妹，你还敢找她报仇？张总，我看您是被她吓傻了吧？她要是乔氏集团的千金，还用得着来我们公司当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吗？再说了，好像咱俩的床照也……你别说了，你想怎么办吧？我想要乔安夏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不是，你这会怎么排的？一开就是开一天，听得我脑子都快大了。听他们讲的，陆总，您先别生气，明天啊还一天的呢。唉，对了，他怎么样？您说谁？你说呢？哦，乔小姐，她挺好的呀。这个点儿她应该已经去仓库了。那我也去仓库了。陆总，你等会儿还有个会呢，现在出去干嘛？哎，怎么今天这么晚了还让我盘仓库？奇怪，今天怎么没人啊？哪来一股怪味？算了，先工作吧。乔安夏，让你处处跟我作对，今天我就让你死无全尸。终于开完会了，那些老头子就揪着那几千万不放，他们又不知道您是为了乔小姐。谁说我是为了她？凭什么？下次见到她，我连看都不带看她一眼的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起火了。你先去找人，我下去看看。我好像听到夏夏的声音了。陆总，您是不是想乔小姐想出幻觉了？我真的听到夏夏的声音了。陆总，我这没有听见，我快去啊！我不生你气了，你会来救我吗？都没有人来救救我。陆伯君，你在哪儿啊？都没有人来救救我。
伯君，你居然真的来了！你遇到危险，我当然要来啊！走。夏夏，夏夏，夏夏，你快醒醒啊！不要睡，千万不要睡啊！齐萧已经去叫人来了，我们马上就会安全的。你这么紧张我做什么？你已经是林乔的未婚夫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是林乔的未婚夫？我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你一个人啊！只有我一个人吗？你还记得那句话吗？我们要一起看一辈子的星空。你是当年那个小男孩？没错，是我。如果不是喜欢你，我又何必大费周章的求你哥哥让你回国？我的生命里，除了你，就不应该有别的爱情。陆伯君，你没事吧？陆伯君，我没事，夏夏。不管是生是死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我没事。陆伯君，你千万不要有事！陆伯君，有没有人啊？求求你，陆伯君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陆伯君，你坚持住，我们已经到医院。陆伯君，陆伯君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家属不让进。这么多年，总裁他一直很喜欢您，知道您不喜欢被安排相亲，所以特地求乔少爷安排您回国，就是为了能和您一直在一起。就在您回来的前几天，他高兴得不行。陆伯君，你千万不要有事，只要你没事，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陆伯君，感觉怎么样？伤口还疼吗？我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齐萧不是说了吗？没有伤到骨头。别担心了。我怎么可能不担心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。对了，齐萧跟我说了，上次的事儿他查清楚了，说是林乔指使张强干的。这个事儿，你想怎么解决？马上报警吗？报警是一定要报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现在我和林乔还有一点私事要处理。怎么一天都没有见到安夏？她和李经理请假了吗？谁知道呢？人家现在呀可是秘书长情人，那不是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吗？行了，婉婉，你别说了。总裁夫人，你要一起走吗？啊，我就不了，我设计稿还没画完，画完再走。总裁夫人，你可真努力啊！这次天星集团的项目一定非你莫属。那夫人，我们先走了。嗯。这个乔安夏把设计稿放哪儿了？在这儿。乔安夏竟然能设计出这样的珠宝，乔安夏，既然你现在已经去见阎王了，那这个设计稿就是我的了。乔安夏怎么还不过来呀？这几天一直请假，连个人影都没。不会是不想来了吧？不是不想来，是不敢来。像他那种没有实力，只能靠爬床上位的人，做出这种事情，不奇怪吧？当初嚷嚷着要和夫人比赛的是他，现在临阵脱逃的也是他。你说他没这个能力，逞什么能啊？我觉得安夏不像是这种人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
顶多就是没从秘书长的床上爬下来。行了，在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说这些太不合适了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星集团的晚宴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展示环节。陆氏集团的2位珠宝设计师将展示各自设计的珠宝，由大家投票。获奖者呢将会获得天星集团价值上亿的项目。天星集团可真是财大气粗，要是拿到这个项目，这设计师不得飞黄腾达呀！我们苏总因为堵车还没有赶到，所以接下来的展示环节由李董代为裁决。我宣布展示开始。这乔安夏怎么还没来呀？电话打不通，联系不上人啊。乔安夏不在，舒总又没来，这次的项目一定非我莫属。乔安夏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该来？又或者说不希望我来？安夏，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？联系不上你人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我出了点事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解决了。就算你现在来了，展示的顺序也是我先。反正他的设计图在我这儿，只要第一个展示的是我，他不输也得输。咱们位置都已经定好了，就应该夫人第一个展示。那就让夫人先展示，你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都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，乔安夏，你就等着输吧。我这次设计的作品是在我大学毕业作品的基础之上，融入了当下流行的元素，并且加以巴洛克的设计风格，力求完美的展现当代女性的高贵优雅之美。哇，我还从未见过款式如此吸引的珠宝呢。这个珠宝设计的太完美了，我觉得根本就不用选了。等一下，我有异议。等一下，我有异议。夫人展示的好好的，你打断她干什么？不是我找茬，而是这几个作品跟知名设计师 Elas 2003年在巴黎珠宝展上发布的作品高度相似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偷拿的明明是他的作品，这简直一模一样，这好像就是那个知名设计师 Alice 的作品啊！不可能！大家听我解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，也许只是撞灵感了。人和人能设计出来的东西本来就是差不多的，不是吗？林小姐，你这说辞也太勉强了，这几个作品简直一模一样，说是抄袭也不为过。我没有抄袭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乔安夏，都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陷害的我。不是他，是我。不是他，是我。是苏总和陆总来了呢。总裁夫人，陆总怎么来了？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还第一次看到陆总参加这种场合。一定是陆总看到夫人受欺负了，过来给夫人撑腰的。大家好，今天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耽误了一会儿，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很遗憾，本次的比赛出现了剽窃别人作品的人，所以我宣布，获得者是乔安夏。舒总，不是的，舒总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就是乔安夏。就是乔安夏陷害的我。夫人平时善良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？一定是乔安夏，是他陷害的夫人。苏总，林乔是我的员工，他的为人我了解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他做不出这样的事儿。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你们一个个都没有判断的吗？乔安夏，你太过分了！平时夫人已经对你够宽容了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陷害夫人？夫人，现在大家都在，有什么问题解释清楚。陆总在，总不会有人冤枉您的。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林乔她根本不是我的夫人。
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林乔她根本不是我的夫人，站在我身边的乔安夏才是我的未婚妻，陆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。不错，我才是陆伯君的未婚妻，也是他未来的夫人。什么？乔恩夏是陆总的夫人？夫人，你不是说你才是陆总的未婚妻吗？难怪安夏和陆总这么熟悉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之前我受哥哥所托回国实习，没想到来到我未来丈夫的公司，却遇到了一群欺上瞒下、只知道谄媚讨好的员工。我和陆总不需要这样的员工，陆氏集团也容不下这样的员工。你说呢，李经理？夫人，我也是被人蒙蔽的呀，我这件事确实不知道，我也是被骗的呀。作为管理者，尸位素餐，德不配位，这就是你最大的过错。我今天在这宣布，李峰做开除处理，永不录用，逐出公司。夫人，乔夫人，你饶了我吧。至于沈婉婉，在业界发布公告，开除，并告知业界同行。至于沈婉婉，在业界发布公告，开除，并告知业界同行。那我岂不是没有办法在业内混了？都是你，都是你这个事情，你找害的我，被夫人误会，我要打死你，我要打死你！乔安夏，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对我这么趾高气扬，都是因为你勾搭上了陆总。你不过就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人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今日所得到的一切，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。至于你，会付出你应有的代价。你俩还在这干什么？赶紧走！安夏，乔安夏，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，你就饶我一次吧，乔安夏。至于奈奈，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恶意，以后你就继续留在设计部吧。谢谢夫人。今后如果谁还敢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，下场就跟今天一样。我和陆总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乔小姐，今天这一仗打得真漂亮，还是舒总谬赞了，多谢你的帮忙和配合。那之后的项目就麻烦你多多费心了。那是自然。我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，先走喽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事。我就说你应该在医院待着，干嘛自己跑过来？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啊。陆总，老夫人的飞机明天就回来了，需要安排你和她见面吗？老夫人是我的姑姑，她年轻的时候跟我父亲经营理念不合，所以自立门户。不过我能坐稳陆氏，多亏了姑姑的帮忙。啊，那我明白了。明天我来负责接待姑姑，你在医院好好休息吧。小姐，请。陆伯君只说了他姑姑回来，旁边这个是……你就是乔安夏，你就是乔安夏。陆夫人，伯君他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来不了了。今天由我来负责接待您，这是为您准备的礼物。听说您特别喜欢吃阿胶和燕窝。我知道你们乔家算是名门望族，但是我们陆家也是市里的首富，我还不至于你用这点东西就能收买得到。哎呦，姑姑你别生气，这好歹也是夏姐姐的一片心意嘛。这位是雪柔，在几年前救过我的命，这些年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就像我的亲女儿一样。她虽然是知名设计师琳娜，但是没有一点架子，乖巧又听话，不像某些人跋扈成性，还连累伯君受了伤。琳娜，这不是我上大学做设计图时用的笔名吗？当时不想让人因为哥哥的缘故重用我，所以特地取了这个名字，怎么成他的了？夏姐姐是出身豪门的千金，我只不过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一点小小成就的设计师，哪能跟姐姐比呀？而且谁都知道，陆哥哥是真心喜欢姐姐的，
不仅为了他开了多年的老员工，丢了王家几千万的订单，现在连医院都进了。这是泡了多久的老茶？陆伯君，你姑姑的眼光可真够差的。娶妻娶贤，我们陆氏集团未来的余主人就该像你这样，贤惠又明事理的。那些骄横跋扈、不把我们陆氏集团当回事儿的人，那可不行。我就说，怎么我一进屋，整个屋子氛围都变了？原来您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陆夫人，如果您对我不满意，大可直说，何必兜这么大圈子呢？也不嫌累。亏伯君之前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我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作为晚辈，一点礼数也没有，连迎接我的包厢也是雪柔安排的。这包厢不是我订的吗？怎么成苏雪柔安排的了？这包厢明明是我安排的，怎么成他订的了？这新月酒店的包厢不是有钱就能订的，我也是亮出了知名设计师的身份，才勉强订到了一间的。听到没？明明是雪柔订的，你还来抢她的功劳？看来你这个人不只是性格不好，连人品也不怎么样嘛。哎呀，姑姑，你别生夏姐姐的气了，她也是太想得到您的喜欢了。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谁订的，只要您满意就好。苏雪柔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这包厢明明就是我订的，你怎么就据为己有了？谁不知道这星月酒店的包厢只对有身份的人开放？你只不过是暴发户家的小姐，身无长物，你凭什么订到这包厢？那我想请问一下陆夫人，您是如何确定她就是真正的知名设计师琳娜呢？我倒是要看看苏雪柔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夏姐姐，你想冒认我订的包厢也就算了，现在连我的身份也要质疑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姑姑想让我嫁给陆哥哥的事儿心里不舒服，但这也不是我的错呀。我劝某些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这些事儿如果你不说，我还不知道呢。还有，娶媳妇儿的是陆伯君，不是他姑姑。放肆！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头一次见你这么目无增长的女人，你根本就不配进我们陆家的门。请问丽娜小姐在吗？听闻丽娜小姐大驾光临，老板特意让我来敬她一杯酒。哪位是丽娜小姐？我就是琳娜，你们老板真是太客气了。苏雪柔，你还真是谎话说多就当真了，你真当自己是琳娜了？这经理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们雪柔就是知名的设计师。从她救我命的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这没教养的女人就是爱说谎。这样吧，订包厢的人一般都会留下号码，你打个电话给他，这样就能让大家都知道是谁订的这间包厢。这好吧。大家都看到了，知道是谁订的包厢了吗？原来您才是真正的丽娜小姐。丽娜小姐，真是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冒犯了。没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雪柔才是琳娜。雪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他们酒店登记号码的时候弄错了。姑姑，我跟了您这么久，您可一定要相信我呀。对，一定是你们酒店在登记的时候弄错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您好歹也是陆伯君的姑姑，身家几百亿的女富豪，怎么会被这么低劣的谎言给骗到？你这个没教养的丫头，怎么和长辈说话呢？这位老夫人，您先别生气，我们酒店是绝对不会弄错客人信息的。那你的意思是我是假的？姐姐，你不喜欢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联合别人一起来污蔑我呢？与其被人这么污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几位贵客，请稍等，我再去核对一下。你还不快走！雪柔，姑姑相信你。牙尖嘴利，专门和我作对。有我这一天，你就别想进陆家的门。行啊，苏雪柔，既然你说这个包厢是你订的，那么这桌菜以及这个包厢的低消加上服务费，少说也有个10几万，这钱就由你来付了吧。我身上的钱都是骗到这个老婆子后他给的，我
哪有这么多钱？乔安夏，我看你就是故意针对我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拿着陆哥哥的钱随便花吗？什么？你花的都是伯君的钱？你这个女人，你不但连累伯君受了伤，你还把我们陆氏集团搞得一团糟，现在还来拜伯君的家业。我们伯君认识你，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陆夫人，我跟你重申一下，我所有赚的钱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赚的，跟我哥哥以及陆伯君毫无关系。而且，你质疑我，也是在质疑陆伯君的眼光。你，姑姑，你没事吧？乔安夏，你看你把姑姑气的，还不快点给姑姑道歉？我乔安夏从来不会为自己没做错的事情道歉。既然姑姑不欢迎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乔安夏，你去哪儿？你还没结账呢。你不是说这包厢是你订的吗？那当然应该由你来结。拜拜。乔安夏，你是说那个女人冒充你？姑姑怎么能相信这种人？我现在就去找她。哎，陆总，都这个点了，你能去找谁？就交给我处理，好吗？夏夏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是我要去见你姑姑的。我知道，从小你父母走得早，姑姑对你很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解开和姑姑之间的误会，不让你为难的。过几天就是姑姑的生日了，礼物我都已经挑好了，或许能缓解你和姑姑之间的关系。哟，今儿这么早回来了，那老太婆没有怀疑你吧？别提了，今天乔安夏那个煞性，差点就被那老太婆和陆伯君识破了，幸好我反应快。这个乔安夏竟然敢坏咱好事儿，我现在就去解决他。哎，你别去，你现在去不就证明是我们干的了吗？那难道就这样让他坏咱事儿吗？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行。喂，伯君，我到了。哦，没事儿，那你在公司忙完，我等你。哇，夏姐姐来得好早啊！是你。哎，着急走什么？来这么早是想讨姑姑的欢心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只会影响陆哥哥和姑姑之间的关系。识相的就赶紧和陆哥哥分手，滚回你的美国去！真是好笑。我想请问这位小姐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教训我呢？好啊，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！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不走？我看你就是觊觎陆家的家产，恬不知耻的想爬上陆哥哥的床。看我今天怎么好好收拾收拾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陆家那点家产，我暂时还看不上。倒是你，要是再敢跟我这么说话，那就不止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好啊，你个勾引陆哥哥的狐狸精，去死吧！哎，雪柔，姑姑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姐姐，我知道我和陆哥哥的事情你不高兴，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也不能推我呀！苏雪柔，别演了，演戏不累吗？刚才明明是你自己摔的。姑姑，我今天来找夏姐姐说话，她便不由分说地扇了我一巴掌，还把我推倒了。姑姑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你不仅推了雪柔，你还诬陷她。雪柔，姑姑送你去医院。苏小姐只是轻微的脑震荡，休息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您。不用客气。雪柔，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姑姑，我没事儿。我知道夏姐姐不喜欢我，我万死也难辞其咎。您就别管我了，由我自生自灭吧。苏雪柔，你别演了，
明明是你想推我，结果自己摔倒了，现在还倒打一耙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把他推下去也就算了，你还用这么恶毒的语言来气他，伯君，你真的要留这种女人在身边吗？明明是他诬陷我，陆夫人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我真的要伤害他，我为什么要选在您的寿宴上？我为什么要选在那么显眼的地方来伤害他？我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陆伯君，我命令你马上跟他分手。我觉得夏夏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姑姑，是我挡了夏姐姐和陆哥哥的婚事儿，您就别管我了，让我去死吧！你这孩子说什么了？当年要不是你好心救了我，我早就不在这世上了。有我在一天，谁都别想欺负你。陆夫人，我知道您心疼苏小姐，但是你也不能仅凭她的一面之词就定我的罪吧？不然这也太草率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姓陆。姑姑，你冷静点。到现在你还维护这个恶毒的女人？我只是觉得，酒店并不是没有监控，我们直接调监控不是更加清晰明了吗？我已经叫齐潇去调监控了。什么？你让人去调监控了？对啊。空口无凭的事儿，自然要看监控才知道谁是谁非。姑姑，你说是吧？那是自然。苏小姐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心慌啊？你不是一口咬定是我推的你吗？谁说我慌了？我只不过是突然有点头疼。雪柔，你别害怕，有姑姑在，姑姑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谁还谁公道还不一定呢，姑姑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的意思是雪柔诬陷你？雪柔拿自己的命来诬陷你？姑姑，我相信夏夏不会干这样的事儿。等会儿齐潇来了，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了。所以在这之前，请你不要把莫须有的罪名推到夏夏身上。好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证明她的清白，我就马上报警，把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抓起来。陆总，乔小姐。陆总，乔小姐，我让你调了监控的，调了吗？酒店楼道里的监控都已经坏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会坏啊？应该是有人提前动了手脚，我们现在无从查起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也不能让人提前把监控弄坏呀！你这是对我要赶尽杀绝吗？马上报警，把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抓起来！谁敢动她？你到现在还要维护这个女人吗？你是要气死姑姑吗？陆夫人，就算监控坏了，也不能证明是我推的她，也有可能有人要陷害我，所以把监控弄坏了呢。你到现在还信口雌黄，马上报警把她抓起来！够了，夏夏，别说了。姑姑，这件事儿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谁都不能动夏夏，不然的话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们走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话？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做的，不过这件事儿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最近啊，就先待在家里好好休息，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处理。雪柔，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姑姑，刚才陆哥哥说调监控的时候，我嗓子眼儿都要跳出来了。我敢让你冒这个险，肯定会安排好后手。可是，那要是陆哥哥查起来的话，你放心，我会安排乔安夏消失，让你平平安安的嫁进我们陆家。夏夏，你怎么来了？陆总不是放你假了吗？所以啊，趁他不在的时候就过来了，你别告诉他。那所以是怎么回事？哎，现在不是马上要新品发布了吗？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你先回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，那我先走了。
怎么回事？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我今天打夏夏的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有人说他早上就出门了。您不是让乔姐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吗？可能出门逛街了。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对了，我让你查的事儿怎么样？有点眉目了。这是那个叫林默的相关资料。行，这个事情你要继续跟进。好。什么声音？难道是乔小姐的声音？快去叫人过来！陆总，乔小姐的身体已经无大碍了。谢谢医生。陆伯君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待在家里休息？为什么不听话？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忙，你让我怎么闲得住啊？任何事儿都没有你重要，你到底明不明白？你在，我才在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夏夏怎么会突然被关进电梯里？陆总，这次的事情应该是老夫人做的。你说什么？真的。先开会吧。陆总，这就是我们设计部为这次发布会准备的新品。这次新品真不错呀。是啊，既好看又符合当下流行趋势，看得我都想多买几款了。这次你们设计部发布的新品确实不错，不愧是陆氏集团的老人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拿出让人满意的设计图。陆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这次设计图好像是乔小姐画的呀。乔小姐不是陆总的未婚妻吗？这样不就相当于当众打了乔小姐的脸吗？难道说陆总和乔小姐的婚约有变？这次新品发布会能顺利进行，多亏了你。等会儿记得找秦霄领奖金。陆总，您误会了，这次发布会的设计图主要是安夏在做，她为了新品发布会熬了好几个大夜，改了好几稿，设计图才能赶出来，发布会能如期举行，多亏了她。行了，究竟是不是她乔家大小姐的功劳，我陆伯君心里自然清楚。今天我有一件事情需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之前因为跟乔氏集团合作的缘故，所以乔总特地让他妹妹来我们陆氏集团实习，也是为了了解我们陆氏集团的情况。不过现在合作结束了，我们和乔小姐的劳动关系也就此解除了，乔小姐也即将返回美国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乱传我和乔小姐的关系，毕竟这种谣言对于女孩来说确实不好。陆伯君，你的意思是要开除我吗？之前让我进陆氏是为了合作，让我留在设计部是为了新品发布会，现在看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要一脚把我踢掉，是吗？安夏，你先冷静一点，陆总是真心喜欢你的。陆总，你快和安夏解释一下呀！大家都是生意场面上的人，给彼此留几分情面不好吗？乔小姐又何必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呢？陆伯君，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是谁说喜欢我？是谁向我求婚？你让我放心，你就是这么让我放心的吗？空口无凭啊！之前说的那都是开玩笑的话。再说了，今天甭管你乔小姐，就算是乔安巡来了，也不能说我怎样。就当我乔安夏瞎了眼，以后我们乔氏集团跟你们陆氏集团势不两立。安夏，今天的会就到这儿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陆总，人已经到了，带进来。是。陆总，我来了。什么？你说伯君不止把乔安夏赶出公司，还解除了婚约？是啊，
我听说陆哥哥是在董事会当众宣布的，给了乔安夏一个好大的没脸。你想想那个狐狸精的反应，我就解气。原来吧，只是想把他赶出公司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我听说陆哥哥是想和乔氏集团合作，才和乔安夏在一起的。现在合作都结束了，还把乔安夏留在公司干什么？我就说嘛，伯君怎么会喜欢那个没教养的丫头？快不快给伯君打电话？我看呀，是时候让你们见一面，好好聊聊你们的婚事啦。是姑姑。哥，夏夏，哥，你不是在聊生意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要是不回来，怎么知道我的妹妹在陆伯君那受了那么大委屈啊？你也是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好了，不聊那些不开心的。我发了新工资，请你吃饭呗。得了吧，就你那点工资，我请你去吧。伯君啊，你能这么懂事儿，我很开心。姑姑，毕竟咱们才是最亲的人，之前的事儿让姑姑费心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我有东西忘包厢了，我这就去拿。啊？姑姑她也是有点心急，陆哥哥你别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不过雪柔，我这还是第一次好好看你，这么一看，感觉你还挺好。陆哥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安巡，陆伯君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今天一定要替夏夏好好教训教训。陆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怎么平白无故打人呀？伯君，你这怎么了？这谁打的呀？就是他打的。你到底是谁呀？问我是谁是吧？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乔安夏的哥哥，乔氏集团的总裁乔安巡。陆伯君，1年前你求我让夏夏回国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你会好好对她，你就是这么好好对她的。乔总，咱们都是生意场上的人，把事儿闹得这么尴尬，不太好吧？你这么对老子的妹妹，谁他妈还要和你在生意场上见？哥，算了，我们别跟他废话，换一家饭店吃吧。算什么算？夏夏，你之前的气势呢？他陆伯君这么对你，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。陆伯君，你以为我们乔家女儿好欺负吗？就算你们乔家家大业大，男婚女嫁的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我们陆家没这个意思。难道你们乔家要勉强不成吗？还是你们乔安夏嫁不出去，非要拉住我们伯君不松吗？你哥，你别生气了。夏夏，姑姑，你说的对，男婚女嫁的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。现在不是陆伯君看不看得上我，而是我看不看得上他。你放心，我乔安夏从小在国外长大的，在男女关系上比陆总 open 得多。伯君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人？我们走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好好教训教训那小子？好啦，哥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又不是真的嫁不出去。你呀，你说你也是，人家陆伯君都把你开除了，你还非要把那个什么新品发布会开完，你说你欠不欠啊？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做事要有始有终嘛。这个项目我跟很久了，如果不做完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不下去。行吧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等弄完这个，你得跟我回美国去。知道了。走吧。苏小姐，乔安夏已经在里面了。什么？你说发布会乔安夏也要来？他不是已经被陆哥哥开除了吗？是，但这次的设计图毕竟都是安夏做的，他比较熟悉，而且陆总的意思也是让他跟完。安夏也同意了。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奇怪，
这几天怎么联系不上林木人啊？看来这次我得亲自出手。乔安夏，这次我就彻底解决你。安夏，你能来这次的发布会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都很舍不得你。好歹也是我自己的心血，我一定要负责到底了。雪柔，你放心，等发布会一结束，伯君一定会让这个女人彻底离开。姑姑放心吧，我都明白的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请掌声有请本次发布会的总负责人乔安夏小姐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乔安夏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公司最新推出的 HiJ 珠宝系列。这个系列面对的是高端人群，主打的流行元素有流苏。乔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让陆总不要开除我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怎么好像在哪见过？一副被乔小姐欺负过的样子。各位，我之前是陆氏集团的设计部经理，我为这家公司卖命了10几年啊，就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儿，这个女人就让陆总开除我，你们说我冤不冤啊？大家不要听他胡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反正你和陆总已经分手了，就行行好，让总裁不要把我开除。你们生前打架，关我普通人什么事嘛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今天发布会陆总怎么没来？原来是和乔小姐分手了。你这个女人，陆家沾上你就只有倒霉的份。来人，把这个沙发星给我拖出去！慢着！有我在，谁敢动他？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假装分手，怎么拆穿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？陆哥哥，你不是说过要娶我吗？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雪柔，你先别哭，有姑姑在，姑姑给你做主。姑姑，您上当了，他一直都在骗您。夏夏才是真正的设计师琳娜，至于这个女人，一直都靠着坑蒙拐骗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。伯君，你说什么？不是的，姑姑，我没有骗你，都是他们胡说的。姑姑，您听听这个，齐潇。陆总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。你是说这一切都是苏雪柔干的？就连之前我姑姑的车祸也是她自导自演的？是啊，陆总，是他让我去撞那个老太太，又自己去救人家，不然你说凭我这脑子哪想得出这么多呀？那他设计师的身份也是假的？哎，什么设计师啊，一个从夜总会出来的陪酒小妹罢了。也就那个叫琳娜的设计师从没有露过面，不然他哪敢去冒充人家？至于李峰，之前尸位素餐，欺上瞒下，要不是夏夏，我都不知道我们陆氏集团还有你这么一个蛀虫。陆总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陆总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陆总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不是的，姑姑，你听我解释。别叫我姑姑，你骗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想以这么下贱的身份嫁进我们陆家？如果伯君真的娶了你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的父母？不是的，姑姑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！你还有脸在这站着？赶紧给我走！姑姑，拖走！陆伯君，你他妈敢阴老子啊！你看你非要耍帅吧？这下好了，又住了1个月的院。我说了，有我在，你就不会受伤的。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。其实，我一直有件事没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臭小子，姐可是跆拳道黑带，以后由我来罩着你。还不快跟上来！慢点儿！